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我本来有其他的影片要做，但是今天的内容必须优先，因为我觉得整个油管中文区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影片来。你看我这次上了英语字幕就知道我有多认真了。但我知道这次的影片不会得到太多的观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看到的人请一定帮我分享。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影片，就是美国人民被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可能已经被消灭了。But it's kinda hard for me to give a clear-cut answer to that statement, so I'm gonna start by telling you a few stories, just like the movie Reservoir Dogs. 最近我觉得频道被限制了，因为最近做的影片内容属于阴谋论和谣言，传闻是今年油管打压最严重的内容。而且我看后台各种数据不对，比如我的影片平均观看时长只有2-3分钟的时候，我的观看量和订阅都提升很快，但是在我最近影片时长没有变，平均观看时间涨到 50% 到 65%， 有6分半、7分钟甚至9分钟的时候，观看却只有几千，订阅数完美的停留在了36000，30天订阅增长只有2位数，还有其他很多疑点，但这不是重点。我找到了油管客服，但是他们的回复明显就是那种根据你的问题复制粘贴标准答案，然后他们告诉我你想多了，确实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事情不对。有很多频道主都公开说过频道被限制的事情，有些还有实锤证据。于是我提了个问题，到底是我被限制了，还是我的影片做的确实太烂了，而我只是在抱怨自己的无能。主流媒体，这是个很让人矛盾的词汇，你不觉得吗？在美国，如果你问很多人你信任媒体吗？他们大概率会回答不信，理由很充足。 Does Vox want to take back that they proclaimed that the coronavirus would not be a deadly pandemic? Does the Washington Post want to take back that they told Americans to get a grip, the flu is bigger than the coronavirus? Does the Washington Post likewise want to take back that our brains are causing us to exaggerate the threat of the coronavirus? 但如果你要写文章，或者你要跟谁辩论，主流媒体的信息却被会当成可靠的消息来源。最近《华尔街日报》针对大选吹哨人做了报道，说一个司机撤销了他的证词，承认自己是在撒谎，结果证人直接发影片打脸《华尔街日报》。 Looking at an article written by Washington Post says that I fabricated the allegations of ballot tampering. I'm here to say that I did not recant my statements. 即使是这样，《华尔街日报》还是被当成可靠消息来源。CNN 最近内部谈话录音被爆出，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有计划的歪曲事实，做虚假宣传。即使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假新闻，他们还是会被当成可靠消息来源。杰弗里·艾伯斯坦，一个在美国已经被定罪入狱的人，他有组织的性侵上千个未成年女性，但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油管搜索唯一相关内容还是澳大利亚媒体做的，而且评论区还被关掉了。一位主流媒体的主播也说过，他不被允许报道这件事情。 For 3 years, I've had this interview with Virginia Roberts. We would not put it on the air. First of all, I was told, who's Jeffrey Epstein? No one knows who that is. This is a stupid story. Then the palace found out that we had her whole allegations about Prince Andrew and threatened us a million different ways. 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就像主流媒体所谓的可信度、权威，不是自己挣来的，而是被赋予的。但问题是，被谁赋予的？最近10年出现了很多东西，比如 Instagram、Snapchat、Facebook、YouTube、Twitter、Netflix、Spotify 等等等等，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启了。分享信息从来没有这么容易，在电视上听到你最喜欢的歌不再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我们也再不需要等电视剧重播，因为打开手机，一切想要的信息都能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再被灌输信息，我们可以发表信息，我们可以质疑，我们可以创造。你不会在任何电视上看到一个智障玩你最喜欢的游戏，你不会从电视上看到最喜欢的明星今天吃了什么，电视不会教你怎么学习开锁，也不会跟你说你家旁边的维修店有没有坑你。
电视不会给你公正的产品评测，只会给你看虚假的广告宣传。没有人会通过电视发起游行示威，除非你非常有钱。虽然电视给了我们很多好的东西，留言终结者、探索频道、芝麻街和辛普森，但在科技和网络面前，他们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就像飞机杯做的再好，也会被这就像胶卷做的再好，也一定会被数码相机取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电视就像报纸和胶卷一样，如果明天突然消失了，所有人都会继续开心的生活，没有人在意的，是吗？过去10多年，电视行业的收视率一直在下降，他们陨落的速度比 Taylor Swift 换男人都快。而这个现象不局限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主流媒体，没有人想看他们。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强迫我们给网费的时候必须同时给电视费用。新闻从业者喜欢吹嘘自己从业人员门槛很高，哇，我们的记者都是常春藤毕业的，他们报道新闻10多年了，非常的专业。但奇怪的事情是，人们好像更喜欢看一个大学没毕业的智障在电脑面前谈论新闻时事。当人们开始拒绝有线电视的时候，电视行业不承认他们的缺点，他们跟我一样觉得自己被限流了。他们觉得人们不是不喜欢看电视了，是人们出门会带手机和电脑，而不带电视啊。当然他们看网络节目比看电视多了，但是我们作为观众清楚的知道为什么电视被我们抛弃了。就算电视明天消失了，也完全不会有人在意的，是吗？2015年，谷歌宣布 Alphabet 公司成立。Alphabet 是个很大的公司，而且是 BMW 旗下的，还包含很多其他业务。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是个超级大财团。谷歌重组后有很多的改变，比如换了一个新的 CEO、新的 CFO、新的公司结构等等等等。但最重要的改变是他们取消了一句话 Don't be evil。这句话本身不是谷歌的行为准则，甚至都不是正式的口号，只是一句参考而已。那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删掉这句话？肯定是我想多了吧。2017年，油管发生了一件大事，黄标事件。这个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说了。无数频道随随便便就被黄标了。油管说这是广告商要求的，他们不想自己的广告出现在不好的影片上，影响他们的产品形象。比如讨论枪支的影片，讨论社会时事的影片，或者呢是玩游戏的影片，因为游戏很暴力，还有枪支啊。即便那个广告本身就是有枪的游戏，但是 Kevin Spacey 性侵被定罪了，他还是接广告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各大公司突然在那个时候就不在意品牌形象了？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更多的广告不能挣更多的钱吗？而且油管现在突然又要说要在所有的影片，不管有没有开通获利，都要加广告。 What？以前油管上短影片火的时候，他们偏偏要修改算法，让长影片，也就是10分钟以上的影片才能开通获利和得到推荐。现在抖音火了过后，他们突然又要改回去推荐短影片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初什么都不做，现在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程序员专门建立算法和程序去推荐长影片了，抖音也不会火起来形成竞争。为什么要抱怨这个事情？因为这体现出油管的各种措施从来都是在限制内容创作者。大型公司的频道根本不会受到这些乱七八糟政策的影响。我在一个影片里引用了弗洛伊德被逮捕到死亡全过程的片段，被黄标了。但是另一个新闻里面引用了同样的内容，他们就可以开通获利。我把这个事实给油管客服说，他们回答道反正你被黄标就对了，原因我们不能说。黄标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叫做 PewDiePie 的频道。我们看油管的人都知道，当时主流媒体故意抹黑 PewDiePie， 硬生生的制造丑闻，说他种族歧视，导致他被各大公司解约。跑题一下，所以你还觉得主流媒体可信吗？回到话题，经过严谨训练的记者怎么可能连这点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这就好像他们是故意的，但是是为了什么呢？同时油管开始做其他奇怪的事情，比如他们开始在油管上推广油管电视。
让我帮你理清一下思路。首先，油管花了很多钱让没人看的电视公司进驻油管，然后修改了算法，让每天能出20个影片的大型电视公司受益。现在你搜索什么东西，优先搜索结果大概率都是电视机构的内容。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没有一个电视公司抱怨自己被黄标或者被油管不公正对待。奇怪。但是你知道吗？几年过去了，油管 TV 根本不挣钱，导致订阅价格不断上涨。根据新闻报道，油管 TV 成本主要花在程序员身上，也就是说电视频道有资源有算法辅助，但电视内容还是没人看。在这种情况下，油管毅然决然地加大了对电视的支持，并且加大了对创作者的打击，好像就是逼着我们看电视一样。你可能会觉得油管 CEO 是个智障，有可能他真的是智障，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有一个频道叫做 Game Theories， 主角叫 MatPat， 目前有1300万订阅，他是谷歌官方合作者，甚至跟谷歌拍了独占系列，但是他在油管上只能算中档层次的频道。你也很惊讶吧？1300万才算中档，那什么才算第一流频道？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油管地位的呢？一切的起源是他一次收到来自油管的包裹，上面的标签写的是中间档次。为什么？油管上一半的流量都是游戏相关，但是游戏频道的地位很低，游戏频道主不会被邀请参加各种高级聚会，游戏内容也很容易被黄标，还要被主流媒体攻击说制造暴力，财路被干扰，还没有地位和尊严，可以说被全方位打压，特别是 PewDiePie 事件过后。也就是说，游戏内容作为油管金主根本没有受到油管帮助，但是没人看的电视却不仅受到帮助，而且是油管倒贴钱帮助。 What？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不仅如此，去年游戏频道为慈善机构募款2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游戏频道本身内容也很健康，频道主们经常收到大量的邮件说他们的内容帮助很多人走出了抑郁和自闭。所以 MatPat 想把油管游戏社区好的一面展现给社会，为社区成员建立良好的形象。于是他让公关团队去联系主流媒体，最后一圈下来，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让他上镜。为什么呢？根据他团队的原话是 No one wants positive news stories about YouTubers。 简直就像主流媒体想故意抹黑一个群体，而那个的群体名字叫做 YouTuber。我们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油管到底有没有能力限制任何内容？2020年有个病席卷全球， WHO 会见了所有社交媒体之后，所有平台都开始审查病毒资讯，然后油管官方出了一个影片，说油管会打压一部分内容，同时会推广油管觉得正确的内容。谷歌说他们只是在限制病毒的谣言，其他内容都很安全，不会被审查的啦是吗？如果你去谷歌搜索选举舞弊，所有的结果都会跟你说选举舞弊根本不存在，而且全部都是主流媒体的内容，有些你点进去还要给钱才能看。但是如果你用 Bing 或者 DuckDuckGo 搜索，一系列被证实的选举舞弊事件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Don't be evil。